概去年8月份，网上突然传出土耳其航空有非常便宜的 bug 机票，有些人也称为漏邮票。不过限制是去程必须从马尼拉出发，经由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到达法国的波尔多，回程则可以选择其他欧洲城市，并可以将终点修改为亚洲其他城市，总价也就$400左右。终于办好了，人真的很多啊，还是大排长龙。所以网上很多人买了各种不同时段或者是路线的机票，当时查了查，发现回程不但可以在伊斯坦布尔家停留，还可以直飞回东京。虽然去程略有周折，不过冲着这价格，还是决定下手买了这张机票。一共4段行程，仅花费6万日币，而且土航作为星空联盟的成员，可以使用我自己的星盟金卡权益，可谓是相当超值了。饮料还有荔枝水。不过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回程在伊斯坦布尔机场准备飞回东京的时候，遇上了航空公司超售，征集改签第2天航班的志愿者，补偿600欧元，还提供免费的酒店和餐食。想了想，决定申请当这个志愿者，不是为了钱啊，主要是从小乐于助人。已经开始登机了，还蛮早的，9点半的飞机，现在8点25就开始登机了。回来后没几天钱就到账了，这样一算，来回不但是没花钱，反倒是赚了200多。我觉得这种长途的话，还是坐在边上的座位会稍微好一些，省得来回进出比较麻烦。而且尤其中间的话，我觉得中间这个人他可以从那边坐出去，如果他们是认识的话，你自己就不用来回起来了。还是放了一个枕头，然后有一个小的洗漱包、毛毯，这应该是耳机吧。土航这颜色其实还挺好看的，红色的，毕竟是航线非常多的土航，底下的语种选择很丰富，各种语种都有。屏幕，然后控制手柄，今天是7减300，然后右边有充电口。uçak içi eğlence sisteminde bulabilir veya daha fazla bilgi için kabin ekibiyle iletişim kurabilirler. Under the seat in front of you. When the seatbelt sign is up. 从马尼拉飞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是波音777-300客机，因为众所周知的中东战乱问题，中东3大航都被迫停飞，所以土耳其中转成了很多人的唯一选择。这也导致在机场 check in 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跟我聊说，不但今天这一班全满，之后1个月几乎也都是全满。其实很多人对于土耳其航空能否正常飞行，是否会有危险都抱有疑问。毕竟土耳其就在伊朗旁边，不过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所以轻易不太会受到攻击。另外，土耳其航空的航线一定程度上可以绕开危险的战乱地区。从今天的飞行路线就可以看出，从马尼拉起飞后，穿过中国到达孟加拉、印度，然后一路北上，飞过巴基斯坦、塔吉克，之后向西飞行，穿过乌兹别克、土库曼，飞越里海，途经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最终抵达伊斯坦布尔。所以不会经过伊朗的领空，也不会经过海湾地区，所以整体来看基本上都是安全的。不过就在起飞的前一天，听说伊朗向土耳其方向发射了1枚导弹，也着实让人捏了一把汗。还好整段飞行都很顺利，虽然基本没怎么睡好。10个小时后，飞机抵达伊斯坦布尔国际机场。终于到伊斯坦布尔了。刚刚飞机上说这边是8度还是10度，8度左右吧。在马尼拉的时候是30度，一下子降了很多，所以大家的穿衣也是，有人短袖，有人厚的冲锋衣外套。现在是伊斯坦布尔当地时间5点，早晨5点，
所以外面天还是黑的。然后是今天下午3点15分转机去法国，所以它其实是有9个小时的转机时间。据说如果超过6小时的话，它土耳其航空会提供给旅客这种半日或者是1日的免费城市游，就是坐大巴带你出去逛一圈。如果是时间长的话，可能还中午会有带你去吃午餐；如果是时间短的话，可能就半天的时间吧。你看，大部分人都是转机的，所以大家都在看这个转机的大屏，下一班是哪个登机口。如果要参加那个机场半日游的话呢，需要先出境的，就不要走那个转机通道，走到达通道。出境之后，然后再去找那个做半日游的柜台。Welcome to Istanbul。伊斯坦布尔机场整个看起来很干净，而且灯光打得也很亮，所以让人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很现代化的这个感觉。入境的人真的很少，几乎都是转机的，一直往前走应该都是转机的。现在阿联酋、迪拜啊、阿布扎比飞不了，卡塔尔飞不了，大家都到土耳其来转机了。入境倒是蛮快的，完全没有人排队，2分钟就好了。据说是在这边有那个他们做转机1日游的柜台，应该是在这里最里面的这个地方，有时候不太好找，有可能会看到中间的那些柜台就过去了，但其实是在最里面的这个地方。已经弄好了，它这个很快就看一下你的这个下一程的机票，然后确认一下时间，护照都不看就好了，就在前面那个柜台，现在也没有什么人排队。它这个 City Tour 其实每天的这个时间安排好像还不太一样，比如说周一的话，它是什么8点半出发的，然后有到3点的，有到6点的，就根据你转机时间的长短，你去的地方也不太一样。每天安排略有不同。如果是每天都一样的 daily 的话，它是有一个8点出发的，然后呢11点半回来。就是我今天参加的就是这个的话看起来应该是走的最少的，因为时间比较短，8、9、10、11 3个半小时就回来了，因为下午3点的飞机嘛。现在这个 AI 真的很方便，直接拍照它就帮你全部翻译出来了。塔克西姆广场、瓦伦斯水道桥，然后城墙。我觉得土耳其机场这物价真挺贵的，刚有点饿，买了一个小的巧克力，一个小的饼干，250里拉。倒是还蛮准时的，8点钟出来，人真的很多。他说可能要分成3个巴士。我觉得机场里面已经挺冷了，结果外面真的更冷。这边果然还是冬天。8点14分，终于都上车了。他们这还有一个自动贩卖机。Surprise。土耳其的这个天啊，灰蒙蒙的，真的是灰蒙，能见度很低啊。这是雾气还是沙尘啊？终于感觉快到市区了。这来回车程，单程就得1个小时，3个半小时的话，游览也差不多也就1个小时多一点，来回车上要2个小时。And beside it, on the left side, there is Istiklal Avenue, a main road, which is and this is Atatürk Bridge. On the right there is one more. On the left there is a metro, and after metro, from 17th century in Istanbul there are 3 historic bazaars. We have 10 minutes here. At 9:40, get on the bus. Do not go far away. Stay around the bus. When I call you, get on the bus. 啊，不过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不好，真的是一片灰蒙蒙的。如果天晴的时候真的很漂亮，我印象中这个桥。这应该是钓鱼人钓上来的鱼吧，还有虾、小鱼和虾子。
在这个地方停留40分钟吧，后面是一个清真寺，然后前面那个是钟楼。哦，这个叫多尔玛巴赫切钟楼。看起来很多小学生，这算春游吗？课外教学活动吧。查了一下，这个叫多尔玛巴赫切宫，它是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晚期的一个宫殿，很大，据说参观得2-3个小时。所以刚刚车上导游说，大家就不要进去了，进去的话你这时间肯定来不及。据说里面还挺漂亮的，很宏伟，不过这次是没有时间看了。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如果不参观这个皇宫的话，的确没什么太多可看的。我觉得40分钟的时间都有点长。很多小学生来参观啊，这里感觉是他们课外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10点50结束了，然后现在回机场，大概40分钟吧，11点半到机场。You can spend 3 days. 3 days enough. 导游说来玩的话，3天时间，3天就够了。如果是伊斯坦布尔的话。Pass the first security, turn right, go to departure line. 回来之后，他会把你送到出发层。Thank you。这边应该是出境的地方 ，Fast Track。中午时段了，所以人多起来了，就热闹很多。而且它会用了很多这种金色的元素，所以看起来很豪华。用了很多土豪金、玫瑰金。终于找到休息室了，直接自己刷登记牌进来就行。右手边的话是休息区，还有洗澡的地方，然后也可以把包存在这儿。左手边的话就是餐厅、吃饭的地方。先在这边休息一下，虽然很大，但是人真的还是蛮多的。这边还有很大的一片区域。先来一个下午茶，吃个蛋糕，喝杯土耳其茶，然后去洗个澡。现在这个时段可能洗澡的人比较少，早上的话，可能早上到的航班就会人比较多一些。现烤的。洗好澡，吃个午餐，还挺丰富的。这个是茄子，好像茄子米饭，然后这是蔬菜的沙拉，现烤的薄饼，这个还蛮好吃的，其实。准备要登机了 ，B12，这是 B1啊 ，B12，哇，应该要走很远吧？都说伊斯坦布尔的机场很大，真的非常大，感觉真的要走很远。B12，快了，还往前。
伊斯坦布尔因为位于欧亚大陆的交汇处，从这里飞往欧洲各大城市的距离其实都不算远。从伊斯坦布尔到波尔多的直线距离大约为2500公里，飞行时间不到4个小时。当地时间下午4点50分，飞机顺利降落在波尔多机场。现在到波尔多了，看起来整个机场应该不大，走廊挺狭窄的，而且整个机场的灯光怎么有点暗，跟土耳其出来完全感觉不一样，太顺滑了，一出来然后行李就拿到了。现在要去坐那个，他们这边有那个小火车 tram， 大家都不怕冷啊。虽然这边感觉比伊斯坦布尔真的要稍微暖和一点，10来度吧，15度左右我觉得，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穿短袖吧，大家还是挺厉害的。今天天气也不是特别好，有点阴天，哦，应该是这个吧，看起来。现在东京时间已经晚上快1点了，真的还是挺困的。这边现在才5点多。还有这种24小时或者是单次的票，就买一个24小时的好了。24小时 go to buy， 24小时6块5欧，直接用信用卡就行。然后坐36分钟，18站，半小时多。机场离市区不是特别远。波尔多是法国西南部著名的历史名城，同时也是世界知名的葡萄酒产区，被誉为世界葡萄酒之都。而这一次也是老宋第一次真正踏上西欧的土地，所以会有兴奋和期待，当然也会有一些紧张。一方面常听说法国人不太愿意说英语，而自己又不会说法语，是否能够顺利沟通，多少有些担心。另一方面，媒体中关于西欧治安问题的报道也难免让人提高了一些警惕。下车了，这一站应该算是市中心的站吧。其实还没有太了解这个城市的情况，应该是在市中心。然后今天订的那个酒店离这个站很近，就在前面的地方，应该可以看得到红色的伊比斯，算是比较经济型、比较便宜的地方了。这2天看起来天气应该都是阴天，明天也是阴天，都是这种阴沉沉的样子。温度倒是还好，我觉得不是特别冷，稍微阴点也问题不大，只要不下雨就行。这个车很长啊，比刚刚那个长很多。现在应该刚好是下班时间，所以车上人特别多，很挤。这个酒店的位置倒是挺好的，就在市中心。他刚 check in 的时候说帮我升级了。我也不知道这算是升级了还是没升级，但是好像看起来比我订的时候多了这样一个沙发。我订的那个房型好像确实没有这个沙发，所以这也算是升级了吧。
虽然略有担心，不过窗外看到的波尔多老城的样子还是会让人颇有舒适和平静的感觉。而且今天遇到的酒店前台人员不但英文流利，而且态度非常友善，也让人对这个城市有了一些好感。感觉有点下雨了，就去旁边的这个小的便利店买点吃的，明天早餐。今天就得休息吧。果汁、饮料2欧，可乐也是2欧，水的话是1.2欧，这便宜的是1欧。果汁3.9、3.8。哦，这个还挺大的，其实不算是便利店，小型超市了。这个水好便宜啊，才0.26。日清的泡面就比较贵了，一盒3欧。下一期就让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这座法国南部的小城，看看这里的风光，品尝一下这里的美酒。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你有一个好心情，我们下期再见。